各位慧命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慈雅。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主要探讨的有几个主题：何谓多元自尊呢？天地之间的道又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呢？皇天后土的成语又是如何而来的？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听听无上道道院高庆礼院长和辅仁大学宗教系郑志明教授的精彩对话。慧命书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庆礼。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辅仁大学宗教系主任郑志明教授来为我们谈谈有关于灵学方面的一些常识知识。首先，我们来请教教授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天地之间的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成的，跟我们的一些人方面的一些关系，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详细的再说明一下？我们讲到的就是天地的源头，还有人的源头也就是灵的源头那这个灵随着人文社会的发展它有非常多的元的变化。那我们有提到这个气化宇宙论就是说一气它可以化阴阳，一气可以化五行，还有一气化三清那就形成了135的一个世界的分化。在这个世界的分化下我们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宇宙至高的这个信仰所以西方的基督教它是一神论因为它是一个一元宇宙论，而我们有2元宇宙论，有3元宇宙论，有5元宇宙论，甚至还有更多的9元宇宙论，还有各式各样的多元宇宙论。在这种多元宇宙论下，我们就会形成了各种多元的宇宙至尊那这个多元的宇宙至尊呢，也就代表了这个最高的终极的神灵所以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这种终极的神灵数量非常的多那上一集我们提到了这个三观信仰，或者我们称之为叫三元信仰那三观信仰呢，就天地水三观那转换成历史人物就尧舜禹那为什么是天地水呢？当然也有人又称之为叫天地人那天观、地观、人观还是水观人观的话，当然是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人跟天地的关系。如果是水的话，他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透过水可以沟通天地，形成了一体所以水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海水这个海可以把天地连接起来。所以这个水的信仰在传统社会也可以说是非常普及的因此也就是说宇宙的这个三元如果把人去掉，那就是天地水。那天地水呢，又跟人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天官赐福这个地官、水官可以解厄可以消灾那都可以满足人生命的存在所以三观信仰就很明显的就透过宇宙的分化，把那个最高的神灵也把它三位化然后三位化呢就回到这个所谓三皇三皇就是也是三位化。那也有人叫天皇、地皇、人皇那这个三皇事实上也就是宇宙的一个源头。那这个三皇跟古代的始祖信仰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也就是说这个三皇可能是各个民族的这个始祖为什么会有始祖信仰呢？这个应该是说从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母系社会只知有母，所以最伟大的是母亲。但到了父系社会以后，最伟大的是父亲。但是为什么会有伟大的父亲出现呢？他主要这些人物带领我们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所以这个族群呢就会以
这个父亲的名字作为这个族群的名字，而这个人死了以后，他就成为这个民族的始祖崇拜。那这个时候他就不是只是人，他甚至成为了信仰的神啊。好，那么皇帝这个也是一样啊，他就成为皇帝家族最早的始祖。但是皇帝呢，从三皇啊又进入到五帝，而五帝只要是跟五行来讲，或者五方来说，就东西南北中间一定有一个中间，而中间才是一个主体，由中间来面对四方，或者由四方来面对我。这个事实上就形成我们所谓的核心宇宙观，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核心啊，这个核心啊，谁主导？皇帝主导。而为什么会是皇帝？我们刚才说了，以周民族有关啊，周民族它的始祖就是皇帝，所以以皇帝作为始祖神，因此皇帝就成为我们的共同的祖先。而这个周民族啊，它的图腾啊是龙，所以我们就变成龙的传人啊。那这个都是空间文化意识发展出来的这种信仰啊，而这每一方的这个始祖啊，也就变成了我们信仰的最高神明，因此也就有所谓的五方五帝。而这五方五帝的信仰啊，到了道教，到了民间宗教，就更被推广啊。所以因此我们到中央就有玉皇大帝，除了中央的玉皇大帝以外，我们东西南北四方也各有大帝。那我们比较特别推崇的也是北方，因为啊，传统的中国是在北方的位置上，而这个北方呢，就发展成北方玄天上帝，啊，北方又叫北天，又叫玄天，所以叫做玄天上帝。而这个北方的图腾啊，是玄武，也就是蛇跟龟。啊，所以龟蛇玄武也就变成了北方大地的象征，所以玄天上帝一般又称之为叫玄武帝啊。那这个都是跟空间而发展出来的。那同样的，东方有东方大帝，南方有南方大帝，西方有西方大帝啊。当然也可能发展出东西方的大帝也可以发展出东王公、西王母啊。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称呼，发展成不同的大地系统。所以，因为历史的传承跟发展，因为我们的解释系统的多元化，所以我们的这种宇宙的至高主宰啊，也就多元啊。所以代表天神啊、天尊啊，在道教来讲，天尊就很多样。我们可以有五方天尊，然后也可以发展成十方天尊，进一步的可以发展成十方诸天尊啊，就说明天诸无穷无尽啊。好，再加上这个气化宇宙论的发展，我们要去追究一气。一气呢是我们的源头，但是一气可以化阴阳，可以化三清，可以化五老，就是它可以有多元的演化啊。所以这个天啊，我们理解的天啊，也不是只有一个天，我们变成三清天。那这个三清天呢，就是道教的说法，而这三清天呢，就可以形成了三清这个三清各有其天，而各有其主宰啊。那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但是道教不是只有这几个天尊道教还可以发展成无穷无尽的天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可以从源头来说。那这个三清天又可以后来发展成另外的三天，就是无极天、太极天跟黄极天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神明它可能来自于无极天来自无极天的神明可能非常的多因为来自于无嘛，它可以有无穷的化身所以像红巾老祖他也可以号称他来自于无极的至尊。但是现在目前在台湾民间的发展，来自于无极的至尊也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无极的世界也可以有无穷的分化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说，
我们对天地的崇拜，或者我们对天的崇拜，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因为空间的分化，而可以发展出更多的各方的主宰也成为了我们皈依的对象所以我们来讲，天地是万物之本，天地也可以说是众神的源头，那么天地也是人活在这世上最需要依赖的所以天神的分化也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面完成。记得我们常常的话会去，譬如说去台南守庙天公庙的时候，我们一进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字。我想请教教授，这个一字的话，跟我们的所谓的道的方面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所在呢？这个一字碑或者是这个匾额一一，我们可以回到老子《道德经》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那道可以是无，有了一以后就是有所以《道德经》从无跟有来讲但是它重点还是在谈，因为有名万物之始所以天地万物是从一来的所以一就是一个宇宙的源头。那我们寻根可以寻到一，再透过一去寻到背后的无无穷无尽的那个造化的源头所以从这里可以理解到其实我们生命的存在都各自有源头啦，但是我们更要追求的不只是宇宙的源头，我们更要去追求我们生命的源头。当我们追求我们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往上追，从父母祖先一直追，谁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第一人呢？好，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的父系社会，那个从母系社会出来创造父系社会的那第一个人，就成为了我们的始祖信仰。什么是始祖信仰呢？就是第一个祖先当然第一个祖先当然背后他还有母系社会的祖先，只是他从母系社会走出来创造的父系的第一人。好，那这个第一人呢，在后来的信仰中，他也可以转换成上帝，也就变成这个家族或者这个部落他的一个最高的神所以因此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就会把祖先跟上帝配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想要去跟祖先求救的时候，那跟上帝求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透过祖先来反映给上帝进一步的随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这个祖先也可以变成上帝。就像黄帝族群的崇仰的始祖黄帝，也就变成了黄帝族群的至上神黄帝，而这个黄帝又可以摆在这个三皇或者摆在五帝中，它变成了一个最高的至尊所以一它可以做很多的分化。那我们人都是一的分化，但是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回到生命去展现生命的一，所以一也可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在《道德经》里面，他就强调我们要回到那个一得一，还有所依、反依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报本还始，就是说我们要去追究生命的源头，主要是我们要报本，我们要还始，就是我们要报答那个最初的本，还始就是说我们要回到源头去，而这个就形成了一种感恩文化。所以我们有那么多众神，其实这些众神的存在都反映了我们生命源头的一个造化力量。我们感谢他，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寻找源头来成就自己。好，那么道教的《道德经》，道教的道就是一个源头。那我们去追求道的一，我们就可以找到生命的源头。同样的，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追溯到我们最早的祖先，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到生命的源头。所以祖先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所以人有天地的根，因为天地造万物的根，人有祖先的根，回到从人的生命去寻找人生命最早的根。谢谢教授精辟的那个解说。另外的话，教授刚刚也有提到说在天方面有无极天有太极天，有黄极天，不晓得这三者的一个
关系或者是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其实一分为三背后主要的目的啊，是合三为一啊，就是把三要重回建为一。所以这个三的分立啊，它并没有一般我们所谓的有没有大小的比较啊。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讲这个道教的三清哪一个比较大啊？这个是我们人的这种比大小的心态啦。如果回到宇宙的源头来讲，应该都是一样的大啊。所以三清哪个比较大不重要，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很重要，因为这个三清要把哪一清摆在中位，这可能就会抢破头了啊！你是要把太上老君摆中尊，还是把元始天尊摆中尊，还是把灵宝天尊摆中尊？这个中的概念是我们人的概念啊。如果回到那个宇宙无穷无尽来讲，那个三也是一个方便，五也是一个方便，甚至我们从3天发展成9天。甚至我们讲9天玄女，那个9天也是一种方便只是因为当我们从1发展成9的时候，就有次序，就有高低，因此我们就有分别心那我们可不可以超越分别心把他们都视为混同为一？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上帝有很多有三皇五帝，有9天，有各式各样的天尊，有各式各样的大帝。那哪一个大帝比较大呢？有人拜玉皇大帝，有人拜玄天大帝。那哪一个大帝又是值得我们去崇拜的呢？其实每个大帝都是值得我们去崇拜的。所以这些大帝在我们民间都叫做兄弟公所以当你在讲兄弟公的时候，你在讲哪个上帝啊？你是在讲玉皇大帝呢，还是在讲玄天大帝呢？这个怎么讲？或者你指称的对象，都是因为你的方便而显化。好，那么我们的传统宗教有显示了那么多的大帝，是因为大家的需求不同，大家的文化的内涵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那么多的多元上帝。刚才教授也有讲到兄弟公这个的话也可能也关系到我们平常我们也有天公的一个信仰大家说拜天公天公最大的。那这个天公的信仰的话，是不是跟刚才教授所讲的兄弟公这种又是不同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系统？是一样的，只是天可以做不断的分化，所以这个天公就可以不是一个天尊也可以不止一个那么天公的信仰是把天终极化、至上化，就形成了最高的天这个天公呢就转化成这个玉皇大帝所以我们以为玉皇大帝最大，但是我们看《西游记》，玉皇大帝治不了孙悟空的时候，他要到处去请救兵，到东方去找这个太上老君，结果太上老君也没办法到南方去找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也没办法，最后到西方找的如来佛才治了了孙悟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不是最大的吗？怎么还有各方还有各种大神存在呢？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天的信仰可以是一，但是也可以是多那么一是从本源上来说，而多是从作用功能上来说。回过头来，我们现在民间信仰各个信仰都有它最高的至尊的主宰。那这也是从它的显化、造化以及对众生的功能上来讲的因此我们可以允许有那么多的这个代表天存在的那么多的宇宙最高的主宰那这个是各自显化，而且各自以他的需求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民间也可以把它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五方上帝的信仰。而五方上帝的信仰，当然最高的行政主宰应该是中天的这个玉皇大帝，但是我们民间也传说这个玉皇大帝也会退位轮流做那这个都是神话而这个神话它会随着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演化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代表天的那个最高的灵性，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所以，当我们在找灵的时候，我们会找到天地之灵；而在找到天地之灵的时候，我们最高的灵是天灵，但是地灵也很重要啊。我们古代有皇天，就有后土啊，而皇天后土啊也是结合起来的。所以到了一个国家，有皇帝就有皇后啊。那有人问我说：“老师，皇帝跟皇后哪个比较大？”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啊？如果从男性社会这个帝王，那皇帝比较大啊。如果从母系社会，那当然是皇后比较大啊。那这个在实际的这个帝王的操作里面，那皇帝管外面的，皇后管里面的啊。管外面的或许比较好管，管里面的可能更不好管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像这个妈祖啊，我们叫这个天上圣母啊。那这个天上圣母啊，有没有比玉皇大帝大？这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啊。如果他已经称为天后，那不就是天上最大的祸吗？是不是那如果这个我们进入到两性社会，那皇帝跟皇后应该一样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从一言变成了二言然后在今天我们这种平权社会我们讲这个平权主义，那我们不应该再执着在男尊的概念，你也可以尊啊。那同样的，上帝是男性，上帝也可以是女性那女性的上帝，也就是我们讲的母嘛，也就是所谓的瑶池金母，或者我们今天的母娘信仰的蓬勃发展那也就可以跨越性别。其实性别其实也就是二元对立嘛。那这个性别推到最后就阴阳嘛，阴阳也就是来自于一所画出来的一个二元对立的象嘛。那发展到天地，那天地也是一发展出来的象嘛。那同样的，我们讲皇天后土，如果我们超越了那种这种有形的象，那皇天后土也可以一样大。好，这个时候天神很大，地神也很大所以在周代的时候就形成了天神地职那么就是天上的众神灵跟地上的众神灵所以我们在讲灵与天地。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天上的众神灵跟大地的众神灵当然反照这个帝王制度以后就有百官天上有百官制度，地上也有百官制度。那么同样的，天地的神灵也有百官制度，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界神明跟地界神明好，再来还有就是人人的祖先也构成一个庞大的神灵系统。因此，在周代的时候，就这个灵的世界就有三个系统，也就是天神、地质、人鬼那这三大系统彼此间可以互相运作然后形成一个庞大的灵体世界。而这个灵体世界涉及到的就是人灵跟天地之灵的一个整合。谢谢教授的那个精辟的分析。另外的话，就是有天灵、有地灵、有人灵，那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质是在什么地方好，我刚才有说过了，尽量不要去比大小。不过我们很容易去比大小。我们之所以很容易比大小，就是我们落在有形的世界里所以天地人应该一样大那怎么样一样大？那就是我们要讲的天地人合一，或者我们要讲的天地人三位一体。什么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呢？天一个位，地一个位，人一个位，这个是很必然的。我们按照这个宇宙的划分，一分成三，就分成三个位。那这个三个位从有形的角度来看，它也有很明显的差异。当然天比较大了是不是地随着天，然后人更随着天地，是不是从有形来讲是当然可以比大小
但是如果从灵的内涵世界来讲，人的灵的世界跟天的灵的世界跟地的灵的世界，在灵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有必要去比大小吗？所以比大小啊，其实是人在有形中的执着啊，进入到无形界的时候就无所谓大小，但是位还是在，所以天地人是各3个位啊。当然这3个位里面啊，其实最卑小的是人啊。为什么？因为天长地久啊，人会有生会有死啊，所以人就面对着死亡的遗憾啊，是不是？所以从人有死亡的遗憾来看，人凭什么跟天地一样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天地人3位一体呢？这是人的一种企图心，就是我能不能透过人的灵性的开发，让我在灵性的世界里，我的灵就是天地之灵，或者说我以人的灵的世界等同于天地的灵的世界，或者人的灵的世界可以拉到天地的灵的世界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公平的。当然这是人的努力啊，而在无形中，这种努力是可行的啊。所以天地人虽然是3个位，但是它是可以合为一体的啊。所以我们讲合一，就是3个位。那为什么合为一体是怎么合呢？就是地归属于天，人也可以成为天那有天神的话，那么人就是天神了。那人为什么可以是天神？那就是灵性的自我开发。所以重点回到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灵啊。那上一节有提到这个自利还是他利其实如果从天地人3位一体来说，灵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往自己内在生命去探寻去成就的时候，人就可以是灵，而这个灵就是天灵，就是地灵。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么人成为灵的终极存在，或者人成为上帝，或者人成为最高的主宰，人成为神，是有可能的那这也是我们东方宗教跟西方基督宗教最大的差别西方不可能讲人就是上帝，但是我们讲人就是上帝。如果从这个角度，从人就是最高的灵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人跟天地是无别的那么合一是必然的，这也是自利。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常常希望天来帮助我们呢？因为人的这种自利的成就，光靠人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请天地来帮帮我们。所以天灵地灵，天灵灵地灵灵，人最灵所以教授的意思，我们人还是可以下去自己去开发。那要怎么样的话去开发的话，才有可能成为天灵、天神，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再上去呢？好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吧。好，谢谢。从郑教授在节目当中的精辟解说里，我们可以知道多元宇宙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宇宙至尊。基督教是一元宇宙论，道教则是多元宇宙论。多元宇宙论成就了终极的神灵。道教有5方天尊、10方天尊、10方诸天尊，天尊是无穷无尽的。天地是众神的根源，也是人活在世上最需要依赖的。那么它又有可以做很多的分化，而人也是的分化。3清天发展成另外的3天，就是无极天、太极天跟黄极天。天地人是3个位，其实最卑小的就是人，因为天长地久嘛，而人会面对死亡，面对死亡的遗憾，而报本返始就是我们要去追究的生命源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按赞、订阅、分享。